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轻松学手机。今天让我们一起练习安卓手机的公车路线动态查询使用方式。准备好了吗？让我们一起开始吧。进行公车路线动态查询之前，请先确认您的手机已有行动网络功能，并且目前处于行动网络开启状态。您可以检查手机画面右上方是否已经开启行动网络。如果想开启行动网络，您可以使用开启手机控制中心的方式来操作。在手机主画面，从手机萤幕的最顶部向下滑动，然后找到行动数据图示，点选行动数据图示将它开启。这样，行动网络就开启完成了。进行公车路线动态查询之前，也请先下载公车动态查询程式 Bus Plus。首先，请在手机主画面点选 Play 商店程式，进入 Play 商店页面，然后点选搜寻栏位，在搜寻栏位输入 Bus Plus， 然后按下搜寻键进行搜寻。或是点选 Play 商店程式，进入 Play 商店页面，然后点选搜寻栏位，在搜寻栏位输入公车动态，然后按下搜寻键进行搜寻。找到 Bus Plus 程式图示之后，接着点选安装进行下载。下载完成后， Bus Plus 公车动态查询的程式就新增在你的手机里了。现在让我们开始进行公车动态查询的程式 Bus Plus 的操作练习。请在手机主画面点选 Bus Plus 图示，开启程式，然后点选搜寻。进入搜寻页面之后，你可以使用程式提供的路线查询快捷按键，输入你想查询的公车路线，或是你也可以使用按键切换按钮，切换回您熟悉的手机输入按键，进行公车路线输入与查询。输入公车路线号码或名称后，程式会显示查询到的所有相关公车路线。点选您想查询的显示路线，进入该路线即时车次情况页面，然后在该路线即时车次情况页面点选您要搭乘的方向。最后确认您位于的所在站牌名称，就可以得知您所查询的公车动态。现在就让我们以查询260号公车往阳明山的方向，在大同大学站等待公车为例子进行练习。请在手机主画面点选 Bus Plus 图示，开启程式，进入 Bus Plus 搜寻页面之后，输入260。该程式显示出查询到的所有相关公车路线后，点选260阳明山东园路线，进入该路线页面后，点选往阳明山。
目前页面显示的即时公车资讯告诉我们，我们所查询的260路线往阳明山方向，目前下一班车次的公车正行驶到万大路站与莒光派出所站之间，还需要等待23分钟才会抵达我们所在的大同大学站。这样，这一次的公车即时动态班次查询就完成了。如果您想查询其他公车即时动态班次，在目前页面点选左上角图示，就可以回到城市主画面，点选搜寻就可以进行其他公车即时动态班次查询。请注意， Bus Plus 程式可以搜寻全台湾各个地区的公车路线。您可以在进入搜寻公车路线页面后，点选设定搜寻地区，进入该设定页面查看。程式预设的搜寻地点是开启台湾所有县市的公车路线搜寻。你可以点取勾选，只选择开启您要搜寻的地区，或是保持程式的预设，搜寻台湾所有县市的公车路线。设定完成后，点选确认，回到搜寻公车路线页面，就可以继续进行其他公车即时动态班次查询。以上就是安卓手机公车路线动态查询的简易使用方式。提醒您，当您查询公车路线时，一定要确认所要查询的公车行驶方向与您想搭乘的方向一致。另外，也要确认您等待的公车站牌位置与您想搭乘方向的公车路线一致。如果遇到即将离站或已经离站的公车，请不要奔跑追赶或强行拦车。错过这一班车，再重新等待下一班次的公车就好。请您在等待公车与上下公车时注意往来车辆，并且随时注意自己的交通安全。现在，让我们再复习操作一次。进行公车路线动态查询之前，请先确认您的手机已有行动网络功能，并且目前处于行动网络开启状态。您可以检查手机画面右上方是否已经开启行动网络。如果想开启行动网络，您可以使用开启手机控制中心的方式来操作。在手机主画面，从手机萤幕的最顶部向下滑动，然后找到行动数据图示，点选行动数据图示将它开启。这样，行动网络就开启完成了。进行公车路线动态查询之前，也请先下载公车动态查询程式 Bus Plus。首先，请在手机主画面点选 Play 商店程式，进入 Play 商店页面，然后点选搜寻栏位，在搜寻栏位输入 Bus Plus， 然后按下搜寻键进行搜寻。或是点选 Play 商店程式，进入 Play 商店页面，然后点选搜寻栏位，在搜寻栏位输入公车动态，然后按下搜寻键进行搜寻。找到 Bus Plus 程式图示之后，接着点选安装进行下载。下载完成后， Bus Plus 公车动态查询的程式就新增在你的手机里了。
现在让我们开始进行公车动态查询的程式 Bus Plus 的操作练习。请在手机主画面点选 Bus Plus 图示，开启程式，然后点选搜寻。进入搜寻页面之后，你可以使用程式提供的路线查询快捷按键，输入你想查询的公车路线，或是你也可以使用按键切换按钮，切换回您熟悉的手机输入按键，进行公车路线输入与查询。输入公车路线号码或名称后，程式会显示查询到的所有相关公车路线，点选您想查询的显示路线，进入该路线即时车次情况页面，然后在该路线即时车次情况页面点选您要搭乘的方向。最后确认您位于的所在站牌名称，就可以得知您所查询的公车动态。现在就让我们以查询260号公车往阳明山的方向，在大同大学站等待公车为例子进行练习。请在手机主画面点选 Bus Plus 图示，开启程式，进入 Bus Plus 搜寻页面之后，输入260。该程式显示出查询到的所有相关公车路线后，点选260阳明山东园路线。进入该路线页面后，点选往阳明山。目前页面显示的即时公车资讯告诉我们，我们所查询的260路线往阳明山方向，目前下一班车次的公车正行驶到万大路站与莒光派出所站之间，还需要等待23分钟才会抵达我们所在的大同大学站。这样，这一次的公车即时动态班次查询就完成了。如果您想查询其他公车即时动态班次，在目前页面点选左上角图示，就可以回到程式主画面，点选搜寻就可以进行其他公车即时动态班次查询。请注意， Bus Plus 程式可以搜寻全台湾各个地区的公车路线。您可以在进入搜寻公车路线页面后，点选设定搜寻地区，进入该设定页面查看。程式预设的搜寻地点是开启台湾所有县市的公车路线搜寻。你可以点取勾选，只选择开启您要搜寻的地区，或是保持程式的预设，搜寻台湾所有县市的公车路线。设定完成后，点选确认，回到搜寻公车路线页面，就可以继续进行其他公车即时动态班次查询。以上就是安卓手机公车路线动态查询的简易使用方式。提醒您，当您查询公车路线时，一定要确认所要查询的公车行驶方向与您想搭乘的方向一致。另外，也要确认您等待的公车站牌位置与您想搭乘方向的公车路线一致。如果遇到即将离站或已经离站的公车，请不要奔跑追赶或强行拦车。错过这一班车，再重新等待下一班次的公车就好。请您在等待公车与上下公车时注意往来车辆，并且随时注意自己的交通安全。好了，今天的轻松学手机就练习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看，希望影片能对你有帮助。提醒您，请用轻松愉快的心情操作手机，练习使用手机，慢慢练习，熟能生巧，轻松学手机一点都不会困难。
如果您还有其他功能想学习与了解，请在下方留言告诉我，我会尽可能的制作影片让大家练习。也请大家多多按赞、订阅、分享与开启小铃铛，轻松学手机。我们下次见。